近期，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宣布将在连云港东南海域进行实兵演练，海事局也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禁海通告，时间将从9日上午8点持续到13日下午6点。很多人认为，解放军此次在黄海地区禁海亮剑的行为，其实是对日本最近发表的卫台问题的强势回应，是动手前的警告，警告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统一大业问题上进行阻挠。解放军将毫不犹豫地狠狠打击。近日，日本副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公开场合表示，一旦台海发生战事，日本将使用集体自卫权，与美国一起进行卫台行动，并声称卫台行动将是关乎日本的生死存亡。日本高官最近的行为表现出日本内部还是有很多鹰派对中国心怀不轨，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给中国制造麻烦，阻止中国解决复兴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虽然日本在公开场合也出面解释了，声称这些人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能代表日本的态度，但是从行动上看，日本鹰派的反华态度依然是国内主流。据英国知名媒体《泰晤士报》报道，美日两国军方高层对未来可能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定期推演，这些都表明日本正干着表面支持一中原则，背后却用行动支持岛内顽固分子的无耻行径。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人民想要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却总是受到其他国家的阻挠，致使解放军不得不亮剑反击。解放军此次黄海实兵演习，就是向世界宣告，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中国台湾问题。而中国人一向有言必行，说到做到。作为日本高官宣扬的美日共同卫台的美国，在关键时刻又怂了。近期，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一直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中美交往的基础原则。日本刚刚叫嚣美日共同卫台，随后美国就出来打脸了。在关键时刻，美国把日本给卖了，让日本独自承受中国的怒火。其实，美国关键时候怂了，在大家的预料当中。美国深知中国在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方面的决心，也深知解放军的能力，避免与中国进行正面直接对抗。而日本却傻乎乎地跳出来疯狂叫嚣，被美国当枪使。美国关键时刻认怂出卖它，也是当然的。在7月9日。美国官方背景媒体《国会山报》近期刊登了一篇美国前海军部长塞斯·克利普基的文章，而引发高度热议的是，这位前海军部长的文章没有像很多话题一样讨论中美之间的装备发展状况，反而唱衰美国，对美军内部的现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认为就这个情况，美国失败是迟早的事情。塞斯认为，在7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已经透露出了一个相当明显的信号：为了完成复兴和统一，中国不会惧怕战争，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都将遭到坚决反对。而这番话不光光是说给台湾听的，也同样是说给美国、日本等国家听的。自2020年以来，解放军在台海就高强度地执行巡逻任务，其中轰6K 和各种特种军机多次出现在飞行编队中，这很明显地意味着中国已经在为战争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文章中用中国人是认真的这一语义来形容当前的中美关系，即便美国引入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同时介入台海局势，但中国也依旧不会放弃统一的机会。而对于美国当前状态的描述时，这位美军前海军部长却用的是内部已经扭曲，被太多因素干扰。文章写道，在30年前，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担心自己随时面对一场灾难性的大国冲突。当时苏联的解体让很多美国军事专家震惊不已，当时提出了一个论点：如果军队不致力于打赢战争，那么军事力量必然受到侵蚀。然而30年后，美国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美军部队和国防机构内部充斥着大量的政治正确，内部扭曲的程度让人心惊。美军驻伊拉克的前陆军上尉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军队内部存在严重对立问题，受到外界的政治正确的刺激，内部存在明显的反激进态度，故意建立种族歧视和内部攻击短语。文章认为，拜登政府提出的一些政治正确理论让他获得了大量的选票，但这种理论却将美军置于一场有害虚无的文化战争之中。但悲哀的是，美军不再像几十年前一样积极为打赢战争做准备，而是美国士兵越来越多地参加到性别争论，甚至部分行为还被高层鼓励。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却在认认真真地在为战争做准备。众所周知，美国一直有一个全球霸主梦，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世界一直笼罩在美国霸权的威胁下，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局面开始发生惊人逆转。但是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因此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成为了美国的首选。日前，美国和印度也有新的动作，
据美国第3舰队公务事务部消息称，美国和印度将进一步加强在水下领域的合作。这样的一次合作也绝非是听上去的那么简单，而是一次针对中国海军在相关海域内的监视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一种军事合作比直接的军事行动危害还大。这究竟从何说起呢？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监视活动就如同是在印太海上编织起来的一张大网，其将会收集、处理中国海军舰艇以及潜艇的数据情报。不难想象，这样的一种情报收集工作可以看作是战前准备工作，以扩大对敌军事优势，这是危险之一。而另一层危险则更加隐晦。军事分析专家指出，在中印边境局势又重新紧张之际，美印这样的军事合作并非是孤立事件，而对于美国而言，其十分乐意同印度展开密切的军事合作。这是因为在美国构建的印太遏制战略中，印度凭借着其优越的地缘位置，成为了印太地区一把恶化尖刀。而对于印度而言，其需要借助美国来提升自己的战略地位，从而增加自己在边境同中国对峙的筹码。但从中印两国的实力对比上，印度想要单挑中国绝对是死路一条。因此，印度迫切需要找一个强有力的外援来增加自己的军事体系。如此一来，美印一拍即合。但是中国还会任由着他们从2大方向上发动进攻胡来吗？对于印度，中国早已经仁至义尽；而对于美国3番5次的挑衅，中国的忍耐也已经足够。这次我国已经向国际亮明了态度，面对饿狼侵袭时，做战狼又何妨？现如今中国周边的敌对势力越来越多，也越发猖狂。即便中国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外部环境也不允许中国这么做了。在这样的时候，中国必须成为一只战狼，狠狠地撕碎西方阴谋。说起阿富汗，我们不得不提美国的中东战略。我们知道，在过去的1个多世纪里，美国一直处于国际体系力量的顶峰。为了维持这一全球霸权的地位，美国开始策划起了他们的全球战略，其中中东就处于他们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至于为何中东如此重要，归根结底有2点：其一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其处于欧亚非3大洲的连接处，毫无疑问，美国想要实现全球霸权，这个地方必须要控制住。其二是中东地区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占据了这里就相当于掌握了世界能源的命脉。20年前，美国借着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明眼人都清楚，美军入侵阿富汗根本不是为了消灭塔利班，更不是为了帮助阿富汗重新建设，而是想借着这一跳板为其全球霸权开路。但是美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阿富汗这一块骨头这么难啃。在阿富汗的20年时间里，美国花费了大量资金，投入了大量兵力，但是最终下场也如同苏联一样，深陷阿富汗战争危机，胜利遥遥无期。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俄罗斯的强硬，让美军分身乏术。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军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阿富汗撤军。据美国总统拜登最新声明称，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将于8月底结束。在撤离驻阿富汗最大军事基地时，美军还上演了一幕令人捧腹大笑的戏码。其在撤离时并未通知阿富汗，而是趁着夜色丢掉大量武器装备溜走，可见其撤离时的窘迫。而随后发生的一幕更加令美军下不来台。据悉，在美军大规模撤走之后，塔利班就向中国发了一个友好邀请，称欢迎中国参与到阿富汗的重建与发展中来。不过问题来了，目前的阿富汗局势动荡，此时中国去投资会否面临很大的风险？对于这一点，塔利班发言人早有想到，在发出邀请之后，其随即做出一个承诺，不会允许任何人在阿富汗领土之上攻击中国。对此，国际评论称，美国在阿富汗折腾了20年，最终却是被中国腾地方。在经历了20年的战乱之后，此时的阿富汗或许已经深深的明白，谈判重建才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而中国就是合适的人选。当然，中国重建阿富汗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对于中国而言，这不仅重创了美国的霸权梦，还将是中国继续推进世界建立新秩序的一大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确实是为了中国做了嫁衣。